我要逆风去是一部现代商战题材作品，由龚俊和钟楚曦领衔主演。徐思是个狠人，却也不完全是。他可以冷静地决定卖掉自己家的厂子，卖掉父母一辈子的心血，不顾母亲的气急败坏，却又在母亲装病之后看破不说破，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，但是放弃继续推进这个事情。他是一个工作极其理性，但内心却又留有温度的人。这两种特质杂糅在一起，让人愿意信任，但靠近之后又时常会觉得讨厌。他的前女友对他如此，江湖对他也是这样一种感觉。徐思是江湖家里落魄之后唯一真正关心他的人之一，曾经的那些酒肉朋友，那些亲密无间的发小，那些和蔼可亲的长辈，都露出了丑陋的嘴脸。只有徐思在江湖最脆弱的时候给了他鼓励。徐思是江湖落魄之后新交到的第一个朋友，虽然他嘴上不愿意承认，但他对徐思一直都有着信任和期待。然而也正是如此，他对徐思又时常恨得牙痒痒，因为徐思总是落井下石。江湖虽然拍下了品牌和设备，但地皮却是被徐思拍走的，工厂需要搬迁。江湖找到徐思，提出了10天的期限，徐思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但江湖没有想到，10天之后徐思真的准时上门赶人，这让他有些生气。江湖觉得徐思会理解和体谅自己，甚至是帮助自己，因为他隐约也猜到了国营暖瓶厂故事和徐思有关系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他知道徐思坚持要卖掉家里的厂子，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期待，也就不会落空后失望。其实徐思已经在朋友的范围内帮助了江湖很多，没有徐思暗中出手，江湖根本要不回来300万欠款。徐思还给他指了2条明路，把品牌和厂子卖掉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，或者解雇工人，卖掉设备，外包生产，转为轻资产经营，专注设计和品牌，发挥江湖自己的强项。但徐思这么做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江湖，他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。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成年人的社交都是从互惠互利开始，他希望江湖过得好，但也希望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所以他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不只是想帮江湖认清现实重新开始，也是在为自己的大义买单。自由林的拍卖会最后一场是腾越的品牌和设备，在这之前徐思已经如愿拿下了地皮，根本没有必要参加最后一场。事实上最后一场真正的大佬都没有来，因为腾越剩下的东西除了麻烦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但徐思来了，而且在第一排坐到了最后一刻，直到确认即将流拍才起身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最后江湖会忽然出现，将腾越仅存的东西拍下。徐思对这个举动的评价是他疯了，这个评价也透露了徐思的一丝不安，因为他隐约感觉到有些东西会失控。徐思为什么不拍卖，却要留在拍卖现场到最后？因为他想用最小的代价拿下地皮，至于地皮上的东西他并不想要。如果流拍就可以给公司省下一笔最少500万的钱，但为了避免意外，他必须在场确认。江湖的出现就是意外，徐思没有和他竞价，一是他当时已经准备要走，这个时候出价总是难免惹人注目，招来多余的目光，影响后面的计划，毕竟在场有很多老狐狸。其次是他认为江湖已经山穷水尽，即便现在拍下了，最后也还是只有卖掉一条路，而江湖的朋友里只有他是处理不良资产的。江湖拿下腾越之后，他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希望对方尽快搬走，所以他一直都是和颜悦色，非常照顾江湖的情绪，以朋友的身份为江湖考虑，尽可能提供的帮助，避免再生事端。遗憾的是还是被江湖发现了端倪，发现周围的早就被徐思的公司通过其他各种手段隐秘地完成了收购，就差他这一块拼图。发现这点的江湖决定当一个钉子户，吃喝拉撒都赖在工厂里，不让徐思进行拆迁。从前徐思是说软话做硬事，一边对着江湖笑脸相迎，一边屠龙刀手起刀落，现在反了过来，江湖说软话做硬事，一口一个徐总，但就是当钉子户，
他想要逼着徐思帮助自己解决工厂问题，甚至为他投资。徐思小看了江湖，终于是付出了代价，最终他会做如何处理？